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丽丽厨房，我是丽丽。天热，绿豆别只会用来煮粥喝了。今天分享个绿豆非常好吃的做法，淋入3个鸡蛋，不用煮，不油炸，出锅外酥里软，比馒头好吃，比馅饼香。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我们准备200克绿豆，把它放入盘中，把坏掉或者是有虫眼的豆子挑出来不要了，因为这样的豆子吃到嘴里会发苦，非常影响口感。全部挑选好以后，再把绿豆放入大碗中，倒入适量的清水，把绿豆清洗一下，简单的抓洗几遍就可以。洗净后放一旁浸泡4个小时。趁这个时间呢，准备几个红枣，把它放入大碗中，淋少许清水把红枣打湿，再加1勺食盐，加2勺食用小苏打，用手搅拌均匀，让每一个红枣都能裹上一层小苏打。因为红枣表面有一层褶皱，里面是藏污纳垢的好地方，直接用清水洗很难清洗干净。这里加小苏打呢，小苏打属于碱性物质，有很强的去污能力，能把红枣褶皱里面的杂质和灰尘彻底的清洗干净，抓拌至水变得特别浑浊，再倒入适量的清水，把红枣好好的清洗一下，把表面的小苏打清洗干净。清洗一遍之后，控水捞出，再放入另外一盆清水中，给它多清洗几遍，直到把清洗的水变得清澈为止。洗净后，控水捞出，放在案板上，再取出一把厨房剪刀，把红枣剪成小块，把枣核去掉。全部剪好后，再把红枣剁碎，尽量多剁一会儿，剁得越碎越好。最后剁成这样的颗粒感就可以，再把它放入盘中。现在我们的绿豆已泡得差不多了，看一下变得胖乎乎的，再把绿豆抓洗一下，然后控水捞出，放入大碗中，先放一旁备用。再准备3个鸡蛋，把它倒小碗中，用筷子搅散。搅散后，再把鸡蛋液倒入绿豆的碗中，均匀的淋在绿豆上。全部倒进来以后，再用筷子搅拌均匀，让每一颗绿豆都能裹上一层鸡蛋液。搅匀后，再全部倒入料理机中，再加入150毫升纯牛奶，盖上盖子，选择果蔬功能键，给它搅打成绿豆浆。尽量多搅一会儿，搅得越细腻越好。搅好后放入大碗中，像这样细腻的绿豆浆就可以。再往里边加入4克酵母，加20克白糖，促进酵母发酵。喜欢吃甜的可以多放一些。再把红枣放进来，再用筷子搅拌均匀，搅拌至酵母溶解。搅匀后再加入300克普通面粉，继续用筷子搅拌均匀，哪里有干面粉就往哪里搅拌，最后搅拌成这种大面絮状，再下手揉成光滑的面团，尽量多揉一会儿，把面团揉得瓷实一些，最后揉成这样一个软硬适中的光滑面团就可以。再盖上保鲜膜密封起来，放一旁发酵至原来的2倍大。趁这个时间我们来调一个油酥，小碗中放入20克面粉，再加入20克食用油，勺子搅拌均匀，给它调成这样一个稀一点的油酥就可以，先放一旁备用。现在我们的面团已发酵的差不多了，我们打开保鲜膜看一下体积已经变大了很多，变得胖乎乎的，戳个手指下去不回缩，里面呈蜂窝状，说明就发酵好了。面板上撒一些干面粉，把面团取出来放到面板上，给它好好揉一揉，拍拍气，把里面的气孔排干净，尽量多揉一会儿。气孔排干净后，再把面团揉圆揉光滑，然后用手轻轻按扁，再取出擀面杖，给它擀薄擀大，给它擀成一个薄一点的长方形面片，尽量擀得薄一些，厚度约 0.5 厘米左右。就擀成这样的一个长方形面片就可以。
再放上刚调好的油酥，均匀地淋在面饼上。用刷子刷均匀，边缘1厘米的地方不用放油酥，油酥不用放太多，薄薄的刷上一层。油酥放好后，再选择一边给它卷起来，卷的时候尽量卷得紧实一些，收尾处压到底部，卷好后再用手搓一搓，给它搓得紧实一些。搓好后，再用刀从中间切断，再分成大小均匀的小面剂。切好之后，取一个面剂，像视频中这样给它稍微整理一下，整理的圆润一些，像这样一个生胚就做好了。全部做好后，准备一个蒸屉，在底部铺上一张硅胶垫，把做好的生胚放到蒸屉上，中间要留些空隙，防止粘连在一起。全部放进来以后，再盖上盖子，2次发酵20分钟。20分钟后，我们打开盖子看一下体积已经变大了很多，变得胖乎乎的，用手指按压能迅速回弹，说明就发酵好了。然后冷水上锅蒸，盖上盖子，大火蒸20分钟，时间到，关火焖5分钟，再打开盖子。哇，好香啊！一股豆香和红枣的香甜味扑鼻而来，用手指按压能迅速回弹，说明就已经蒸熟了。其实呢，到这一步就可以吃了，但是为了吃着更香，我们再给它煎一下。先把它取出来，电饼铛提前预热，倒少许食用油，用刷子刷均匀，刷匀后再把做好的绿豆卷一个一个的放入锅中，用小火慢煎，先给它煎1分钟，把底部煎至金黄。1分钟后给它翻一下面，每一个绿豆卷都翻面，全部翻好面以后再煎1分钟，把另外一面煎至金黄。1分钟后再翻一下面，两面都煎至金黄就可以出锅了。因为这个绿豆卷是蒸熟的，不用煎太久。煎好后再把它盛出来，放入盘中，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。像这样非常好吃的绿豆卷就做好了。它表皮金黄酥脆，看着就很有食欲，一口咬下去，外酥里软，满满的都是幸福感，松软香甜的口感，每一口都散发着绿豆的醇香，真的是太绝了。花卷里还加了红枣碎，增添了自然的甜香和独特的风味，红枣的香甜与绿豆的清新完美融合，甜而不腻，越嚼越好吃。而且制作工艺特别简单，先蒸熟，让花卷充分膨胀变得松软，再烙至两面金黄。这独特的做法赋予了它丰富的口感层次，酥脆的外皮搭配上绵软的内里，吃一口就爱上了，而且层次又丰富，好吃又容易消化，用来当主食或者是当早餐都很不错。做法没有任何难度，喜欢的朋友一定要收藏起来试一试哦。好啦，这件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这个视频麻烦您帮忙点个免费的小红心，下次不会做还能找到我。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